iPhone 17 Pro Max 是苹果今年端出最顶的 iPhone。如果你是在 iPhone 17 Pro、iPhone 17 Pro Max 以及是不是要回头去买 iPhone 16 Pro Max 之间犹豫的朋友，那这期节目真的必看。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今年 iPhone 首波的销售状况开出来了，除了几个热门选项以外，大多数的型号只要稍微找一下，包括17、17 Pro、17 Pro Max， 市场上都已经有现货，不需要溢价去买。尤其今年的 Air 基本上到处都有，第一天现货就已经现金折2000。如果是不在意 eSIM 更换麻烦，或是主要国外使用 eSIM 环境友善的朋友，那价格应该是会继续往下走，可以留意。那今年在选购上最常被问到的话题，就是 iPhone 17 Pro 两支到底要怎么选？尤其今年被迫买 Pro Max 的人比往年更多。会说被迫，也主要就是因为苹果今年砍掉了17 Plus 的型号。如果你就是需要大萤幕，那你只剩下17 Pro Max， 没有任何退路。所以这延伸了另一个战场。如果预算有限，是不是要回头去买16 Pro Max 呢？尤其17 Pro Max 更厚也更重了嘛。除此之外，今年的17 Pro 我觉得应该又会是隐藏黑马。一来是17 Pro Max 的重量又上去了，二来是过往12 Pro、13 Pro、14 Pro。以及终于受不了的15 Pro 火龙果钉子户都终于迎来了蓝天。总而言之，今年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17和17 Pro Max 到底要怎么选，以及对比当下 Android 旗舰这代苹果最强的17 Pro Max 相机在日常场景表现如何呢？而第二个问题就是超多人来问，要不要回过头去买16 Pro Max、15 Pro Max？ 那我们的答案是15 Pro Max 绝对先不要。火龙果4代真的不建议回头，而16 Pro Max 其实就没有不行。我们这集也会详细实测2代的差异。好，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咯。第一个重点，我们还是先来看萤幕。今年 iPhone 17系列总共有三星、LG、BOE 3家供应商。先前的市场消息是京东方会是中国独家供应，但国际市场还是会以三星和 LG 为主。那透过萤幕代码查询，我们手上的17 Pro Max 是 GH3， 17跟 Air 是 GVC， 没意外都是 LG 供应，而17 Pro 则是三星供应的 G9P。那刚好也可以来验证网传 LG 色准比较差到底是不是真的。那在开始之前，别忘了订阅邦尼，订阅完全免费，但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除此之外，之前我们在 iPhone 17全系列上手已经讲过的内容，我这边就不再赘述，建议搭配观看。那本集主要会详细实测3款机器，分别是 6.3 寸的17 Pro、6.9 寸的17 Pro Max， 以及同样 6.9 寸的16 Pro Max。那2025判断一块萤幕的好坏，苹果阵营好像就是看3个指标：解析度、亮度以及显色表现。首先来看解析度，这3支比较起来非常单纯。无论你选17 Pro、17 Pro Max 还是16 Pro Max， 这3支手机的像素密度在规格上完全相同，全部都是460 ppi， 所以在细腻度上完全相同，并不纠结。所以我们直接看第2个指标，亮度。那亮度今年就有所升级了。根据官方规格表，这3块萤幕都是1000尼特的最大亮度，但在峰值亮度上，去年的16 Pro Max 是2000尼特，而今年则是升级到了3000尼特的峰值亮度。但是在邦尼的频道，怎么可能只看规格表？肯定要来实测才是最准的。那经过我们实测，首先是在强光全萤幕亮度上 ，iPhone 17 Pro 实测可以达到1108尼特，17 Pro Max 也差不多，来到1179尼特，而 iPhone 16 Pro Max 其实也差不多，落在1113尼特的表现。所以说，这3块萤幕在大太阳下的亮度其实是没有太大差异的，在全白画面下都是1000尼特左右的表现。并且在大太阳下，其实高亮度主要还是为了短时间让你可以快速阅读所设计。因为只要当手机达到温控限制，萤幕亮度就会被马上降低，长时间高亮度也会很快造成 OLED 萤幕产生烙印的问题。所以说，如果你是在意大太阳下萤幕亮度的朋友，这次17 Pro 并没有迎来升级，这点实在有点可惜啊。尤其是在 Android 阵营这边，像是我们实测过的 S25 Ultra、ROG Phone 9 Pro、OPPO Find X8 Pro 这些旗舰手机在萤幕亮度上都已经领先许久，这点还是期待苹果下一代可以带来改进，要不然已经是第4年落在1000尼特上下了。而如果你就是为了买一块好萤幕拿来享受 HDR 影像为主的朋友，那你可以关注强光下 HDR 峰值亮度这个指标，也就是在小小的4%显示面积下
iPhone 17 Pro可以冲到3185尼特，17 Pro Max 更是可以进一步来到3225尼特。上一代的16 Pro Max 其实也很不错了，可以达到2478尼特的表现，超越当时官方标示的2000尼特。那这种小面积高亮度，主要就是让你在看 HDR 影片时，可以更好的呈现亮度的光影呈现，更真实的还原拍摄当下的现实场景。好，看完亮度，萤幕的最后一个关键指标就是色域色准。这边也刚好引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网传 LG 供应的萤幕色准较差，这件事情是不是真有其事？我们也再次拿出受到总价值超过1万美金的设备和软体测量。首先来自 sRGB 色域。这个标准会是一般网页浏览、观看图片、照片使用的标准。在这个条件下，3款的 sRGB 都可以达到99%左右的色域覆盖。如果是看专业内容常用的 P3 色域，这3款手机也都可以达到99%以上的 P3 色域覆盖。那因为苹果的系统本身是有色彩管理的，所以无论是 sRGB 还是 P3 都有做到对应的色域限缩，完全过关。而在色准上，我们就要来测量色准的关键数值，叫做 CCT Delta 1。那这个数字怎么看？很简单，这个数字越小越好，通常达到小于2，我们就会说表现达标，色准不错。如果还能进一步来到小于1，那就代表萤幕的色准很强，会是顶级表现。那经过我们实测，这3支的 sRGB 色准都可以来到小于1的顶级表现，非常优秀。另外要留意，这些数据都是在关闭原彩模式下测得，也就是萤幕最原始的表现。如果你觉得萤幕过于偏黄，其实可以把原彩关掉，进一步改善这个问题。所以综合来看，苹果萤幕的色域色准完全不用担心，也没有所谓的 GVC、GH3 这些代号的萤幕色准会比较差这种事情。只要经过准确校正，原则上都可以来到顶级第一梯队的表现。所以或许主要是基材和厂区的差异。其实苹果这次就只差把全萤幕亮度补齐，这块萤幕就会非常完美。依照惯例，我们也帮大家测几款周边。Casetify 今年一样推出了终极防摔手机壳、镜面手机壳以及3款磁吸配件。首先是终极防摔手机壳，最大重点就是这次全新升级的多功能弹力保护角。除了再次强化腔体结构，这4个角的开孔变得更大，可以自由搭配吊饰、挂绳、背带使用。侧边也能看到 Tesla 防护结构，可以通过最高6.5公尺的防摔测试。边框也用上了全新 Dual-Lock 边框强化结构，降低分离可能。今年同样也有经典的镜面手机壳，可以直接当镜子使用，并且今年是整个方框，更好呈现图案。那这2款目前都已经有上千款的印花图案可以选择，也可以客制化。此外，不管你选哪一款，都相容 Casetify 支架 MagSafe 行动电源、磁吸手机支架等周边。现在只要透过邦尼专属优惠链接，或是输入折扣码，就可以享有新品85折优惠。一般折扣码新品可是没有优惠的哦。对了，如果你是对 OLED 萤幕闪烁比较敏感的朋友，注意了，苹果这次在系统设定中加入了减缓 PWM 的选项。从摄影机上就可以看到，在开启之前 PWM 闪烁在高快门下非常明显，而开启后的确减缓许多。不过，如果你是对萤幕显示效果很在意的朋友，要留意哦。经过我们实测，打开这个选项之后，低亮度画面下的确有肉眼可见的画面劣化。话说，经过我们实测，采用三星供应的17 Pro 的确微微略优于 LG。另外，在重点实测那期节目，我们也就拿出贵贵的仪器实测过了。这个开关无论开启与否，真实 PWM 频率都是480Hz， 所以主要就是透过软体调教达成的改进，还是希望国际品牌可以早日用上高频 PWM 萤幕。哦，对了，这个开关目前是17系列限定，16 Pro Max 即使更新上来，目前也是没有这个开关的哦。而在大家关心的120Hz 效果，这代的滑动阻力在 iOS 26之下依旧偏大，快速滑动之下，系统也还是被限制在80 FPS 上下，并没有完整解放120Hz。所以如果你很习惯 Android 全面解放的120Hz，那这代依旧可能会有不跟手的感觉。好，接着就来看第二个重点。我们就来聊效能。那除了这次2台新机以外，我们也拿出16 Pro Max 陪测。那跑分的理论效能，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已经详细的数据对比解析，大家稍后记得回去看。这边我们就直接进入到大家最关注的游戏实测环节，不浪费大家时间。首先，我们直接来测楼顶最重的崩铁30分钟。我们一样把环境温度设定在26度。经过我们实测，今年的效能在日常使用下可以说是众生平等，无需纠结。
无论是17 Pro 还是17 Pro Max， 终于都来到了崩铁画质全开30分钟全程跑满的表现。对比起16 Pro Max 其实也不差的平均 55.4 帧，这代的 A19 Pro 效能完全可以放心，并且受益于全新的散热设计，无论是 Pro 还是 Pro Max 都控制在40度上下，这是效能最让人放心的一代无误。而且论功耗的话，17 Pro 平均功耗只有 4.35 瓦，17 Pro Max 高一点，平均 4.61 瓦，而16 Pro Max 甚至也只高了一点点，来到 4.66 瓦。所以这个结果就非常清楚了，崩铁对17 Pro 系列基本没有压力，官方该全面开放120 FPS 了吧？所以效能我就不展开来浪费大家时间了，大家应该都有看懂了。第3个重点，我们来聊续航。我们今年同样分为影片、录影和游戏3个指标来看。首先是 YouTube 1080p 影片串流1个小时 ，iPhone 17 Pro 耗了 5%， 而17 Pro Max 就是耗了 4%， 表现不错。而 loading 更重的 4K 60 Dolby Vision 半小时连续录影 ，iPhone 17 Pro 耗掉了 17%， 而17 Pro Max 就是耗了 15%， 并且今年在30度室温测试当中，两只的亮度都没有降到不可用的程度，也没有中断录影。对比去年的16 Pro Max 就是掉到 12%。最后是崩铁最高画质特效全开30分钟，17 Pro 耗了 14%， 17 Pro Max 则是电力下降了 13%， 去年的16 Pro Max 则是下降 14%， 在大 loading 之下，3只就没有明显的差异。整体来说，今年的续航表现都在合理水准，并且低频的待机表现依旧是苹果强项，电力表现不用太担心。一般来说，一天一充都是非常够用的。第4个重点，我们来看充电。iPhone 17系列这次最大的升级，就是快充瓦数终于提升到了40瓦。无论是透过原厂这颗40瓦充电器，还是一般的 PD 充电器，峰值大概都可以做到32到37瓦上下跳动。不过在充电这件事情上面，其实看峰值意义不大，主要就是看实际的充电时间。我们这边实测0到100%的充电测试，先看17 Pro， 经过我们实测，半小时就能充满 69%，1个小时充满 91%， 最终充满耗时1小时21分。而在17 Pro Max 这边，半小时充满 57%，1小时充满 88%， 总共花了1小时27分完全充满。这个速度对比去年大家都快上了 20%， 不过以17 Pro Max 完成88分钟的充满速度来看，还是不及三星25瓦充5000毫安时大约66分钟充满的表现。今天的最后一个重点，相机。今年在相机上，这3支其实非常好对比。在主镜头和超广角镜头上，这3款采用了同样的 1.28 分之一寸主镜头，以及同样 2.55 分之一寸超广角镜头。3支的超广角也都支援了微距镜头。那这2颗镜头可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部分就是从我们等一下的样张就能看到，初步拍起来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而忧的部分，同样是从等一下的样张就能看到，初步拍起来也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这次主要的重点还是长焦镜头啦。这次在长焦上的改变，虽然很多人说从5倍光学降到4倍是一种规格降级，但以我的角度来说，我反而是乐见其成的。为什么呢？其实原因也非常简单，因为相机的好坏并不是只有倍率一个指标，尤其在技术相同的条件下，当你的光学倍率越高，通常你在相同厚度下能塞进去的感光元件也就通常更小。你就看上一代16 Pro Max 的5倍长焦就好，用的是一块非常小的 3.06 分之一寸感光元件，而且是固定焦段的小 sensor， 所以只要光一不好，画面不能说很糟糕，只能说非常糟糕。而今年17 Pro 系列全新的 2.55 分之一寸4倍光学长焦，虽然说光线好的原生焦段略有下降，但实际上在光源条件的弹性上放宽了不少，并且新的混合变焦也好上了一点。重点还有另一个体验上的大改变，就是过往 iPhone 因为是1倍主镜头跟5倍长焦镜头的硬体，所以在中间2倍、3倍、4倍的时候，画质劣化就会逐渐加重。但是你怎么转再怎么运算，结果都还是非常可怕。尤其3倍拿来拍人有多好用 ，Android 手机评测的朋友都懂。这也是为什么以国际市场有卖的 Android 阵营这边，像是三星就选择了135倍的配置。OPPO 选择了136倍去减缓中间过度的变焦劣化，又或是 vivo X200 Pro 更暴力，直接用上三星的 1.4 分之一寸的2亿画素超大长焦感光元件，并且把焦段直接定在光学 3.7 倍的 85mm， 不管是要拍人还是拍远都非常好用。那最暴力的还是小米15 Ultra，
不只是用上了3倍光学长焦，还用上了 vivo 同款的 1.4分之1寸两亿画素 4.3 倍长焦，让光学几乎覆盖所有你需要的焦段。那对硬体不熟悉的朋友，这时候就有问题想要问了，请问 1.4分之1寸是很大的感光元件吗？那我用一句话来说你就懂了。三星供应的这颗2亿大底长焦会是 1.4分之1寸的 sensor， 而 iPhone 17和 Air 的主镜头感光元件则是 1.56分之1寸。也就是说，小米和 vivo 的长焦 sensor 甚至比17跟 Air 的主镜头尺寸还大啦，这样大家应该就能感受。不过整体来说，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换成光学4倍，我个人乐见其成的原因。因为在缺少3倍的前提下，这样的镜组配置真的合理好用许多。关于苹果这颗长焦是不是无损8倍啦、阵列转换等问题，以及 ProRes RAW 这些周围功能解析，我们上期节目都详细讲过了，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好，废话不多说，我直接提供大量的实拍样张让大家参考。而在长焦上，虽然说这次换了新的模组，不过跟 Android 这边的各种长焦王者的确还是有一段差距。不过在大多场景中，的确已经好过16 Pro Max。
最后的时间也提供录影样片供大家参考。来到最后一个重点了，选购建议。所以回到一开始的问题，究竟17 Pro、17 Pro Max 和16 Pro Max 三支到底怎么选？如果是以实用，并且你也能找到价格漂亮的16 Pro Max， 那上一代的短处大概有3个：一、峰值亮度不及新机，但除非你很常看 HDR 影音，要不然最重要的全萤幕亮度并没有拉开差距。第二 ，A19 Pro 的效能在历经了火龙果和 A18 Pro 的力不从心之后 ，A19 Pro 终于迎来了大升级，也正式追上 Android 旗舰的级距，并且功耗控制更优秀，还加上散热。如果你有更高的负载需求，那绝对用得到。最后就是16 Pro Max 没有17系列的各种新特性，像是 PWM 开关、4倍光学长焦、ProRes RAW 等等，这些就看你是否用得到啦。那如果你连这些名词差距在哪都不知道，那基本上对你来说就不成差异了。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也欢迎大家底下留言17 Pro、17 Pro Max 以及16 Pro Max 三支，大家究竟会怎么选？最后感谢大家看到这里，节目制作不易，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大家底下留言。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